请问大家是第一次来禅堂的，请举举手啊！第一次，从来没有练过的举手，没有练过菩提禅修的举手啊！好，那还没有病的举手。这别不好意思，你给我会心的一笑，到底有病没病啊？怎么还那么热情回答自己有病呢？那我一上场就问这个有病没病的问题哈，这我也摸一个底，要做一个健康的、开心的这样一个甚至长寿的人非常难啊。这是我也要去推广和追求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也不好啊，小时候这个出生下来之后，几乎都是在完全疾病的状态下，慢慢度过我的就是儿童时期的，接近少年时期，7、8岁以后接触师父来学习修行学习禅法，学习密法，学习八卦内功，学习武功，这样综合起来尤其是看似越清净的这个修行方法，反而对这个身体的健康的作用好像就更大。这种运动式的这种修行，我修了很多从跑步甚至骑远程的自行车打少林拳，这些都做过但是它的效果呢是不太显著，反而学了这种不太动的方法不太动的当中，像有这个八卦内功，这还算是动，一直在走它又没那么多招数很有效。再就是站着或坐着，甚至跪着持咒加观想这些方法觉得是最最有效的所以好多种方法我都研究过，都尝试过就有这样一个体会。那么体会的过程之中，那我的身体变化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健康等比较健康了之后，通常就像有病吃药一样，那我的病都好了，我干嘛还吃药呢？但是禅修不是这样的，禅修如大海，没有止境的，几乎你永远去登不到彼岸。你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会发现自己有所觉悟原来的那种身体的健康问题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烦恼问题在这个禅修中好像迎刃而解。我还没有说找到一个方法去对治这个烦恼的时候，可是这个烦恼就消失了。好多事情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越学越觉得这简直是就有一点像传说中的智慧海无边无尽无量。所以我就学个不停停不下来了，才到后来的极度的深入下去。我在每天都在重复着修，它当中的喜怒哀乐一切的感受，时时刻刻都被我深深的去感受着体悟着但是有一天自己觉得我的世界好像豁然的开朗了，就像一直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打开了，从打开一条缝隙看到光明照射进来，后来这个缝隙越裂越大，最后达到天空晴空万里你在看天空看宇宙的时候就变得好像是透彻了。那从那儿经历了好多，但是从那之后，我在不断的也在重复着在那种修行的禅境中看到和我过去一样被病痛困扰折磨的人，世界上还有很多，正受贫困折磨的人还有很多这一切苦的那种状态我有体会，所以可能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那种叫做对于慈悲的理解对于慈悲和我的内心的融合之后，对他们
这样的痛苦的人就有了那样一个同情怜悯之心啊，后来就产生一个愿望啊，那我希望我获得的这些法啊，传给那些正在成长中，可是被这个痛苦、烦恼、疾病折磨的人啊，如佛经所说，传递给这个有缘人啊，有缘人也自能获得啊，立下这个愿就开始找到适当的机会啊，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我去研究我要传的东西，哪些人能学，我怎样将这个层次次第分得清楚，都做了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和排列啊，之后就开始传法。从1991年啊，断断续续传到现在啊，也是很多人在学，也传了很多个国家啊。我也每一步我都是实验啊。那不同的人种，比如过去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不能来修？我给他们试一试，哎，效果还挺好的。啊，洋人能不能修？像就是欧洲人、西方人，尝试一下能，而且效果特别好。佛教的那个起源地印度人能不能修呢？能，去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看。啊，在美国、在加拿大有很多印度的移民，啊，他们到我们的禅堂来学了之后，啊，真是特别的开心，啊，这种身体健康的状况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啊，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背景，啊，来学了之后都是很有效果，就是健康的效果，所以我就可以更加这个大胆的去传授，啊，更多的人受益。还有很多人受益之后，和我本人一样哈，受益于我们的法之后呢，再来在这里做义工、做志工，来修行，再为大家服务，啊，他的修行也在逐步的提升。之后就可能他的智力和法力会变得更强，啊，有很多人走出你的国门，去到国外去传法，啊，我们这里就是短短的这些年当中，有很多人来参与，哎，就是为了帮人，啊，我是觉得还是有点欣慰，啊，但是还有点着急，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有多少人能得到呢？有多少人能得到这个法呢？当然了，今天是很多人也是刚刚接触哈，还不太了解，所以有必要去传吗？也许有必要。那么我们的10多天以后，我们再谈论我们的感受，我们有没有收获，到时候再说。那我稍稍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我们自身的有一些东西会逐步的减少，有些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多。譬如说是什么呢？那个病痛越来越少，这个烦恼越来越少。哎，那个很多东西想不通的东西，那种应该叫障碍越来越少。大家说还有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少？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少。哎，那这个是数不完的哈。哪些东西会变得多呢？快乐越来越多，啊，生命的能量越来越多，智慧越来越多，好朋友越来越多。不会交朋友，那是一个智力的问题，或者个性吧。哎，当我们不开窍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家人，一说话就会吵架。我们和我们工作的同事，只要相处7天以后不吵架就奇怪了，就烦，对吧？惹来别人心烦，自己还很讨厌这份工作。本来是叫做急功近利的找工作，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之后，和公司的同事相处的关系弄得很不愉快，就想逃跑。我宁可不赚钱，我也不要这份工作了，因为烦恼。对，从第1个公司逃到第10个公司，往哪里逃啊？你总要做一份职业啊，总要和人往来呀。好，像这样的烦恼也会越来越少。在我们的修行之中，只要我们开窍、开悟，这些事情都会开始有所变化。你会发现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朋友，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朋友，其实你生活中的烦恼就会多很多。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多，你的快乐就会多很多。你想，你无论做任何工作，你的人际关系好了，如果你是做销售工作的，人际关系好了会怎样呢？你赚钱就多呀，你的产品销售就多呀。要想交这个男女朋友的，对不对？你懂得和人相处之道，你就容易把自己给打发了。很多人老大不小了，都混到30出头、40开外了，还没把自己给打发出去。有很多人根本没交过男女朋友，有的人长得还真像人，但是就没接触过男女朋友。为啥呢？大家一接触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炸弹，砰一下就会爆炸，大家就会逃走。或者觉得你全身长的那个刺上头是有毒的，碰一下怕自己中毒。但是有这个问题的人自己不知道，总去埋怨别人，还觉得是你们的问题啊。最后就说我很清高，不是你清高，是你不会为人。对，所以我善意的提醒大家，人生都要学会经营。但有的人说我就不适合做买卖，不是，你无论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但总要把自己经营好，学会经营自己，你的人生才由自己来把控。朋友遍天下，如果一个人的朋友遍天下，你到处都有朋友，你读读金庸的小说就知道了，走到哪都可以白吃白喝，对不对？那多划算了。我就乐意这样子。我最讨厌的是到菩提弟子开的餐馆去之后，是我连折扣都不打，这是令我最失望的。所以一般呢，我就是出门的时候我是自己解决。我提前买些面包大饼的塞到包里出去，坐在菩提弟子那个餐馆门前啃大饼，不用打折了，我不跟你谈买卖的事情。在座的有没有开餐馆的，请举手。好，如果你乐意的话，之后咱们可以留个电话，好吧？好的，好。就是人这一生要学会把自己给经营了，还要经营好它，经营好你的家庭、爱情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还要经营好你的孩子。这个孩子经营不好你发现等于生了一窝小狼这很麻烦的事对，你还有和父母的关系，还有和公司同事的关系亲属的关系，这些关系，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中，有超过1半的人为此而烦恼，为家庭关系、为人际关系过去曾经有烦恼，包括现在有烦恼的，请举手，举起来吧。
都不忍心看，人人如此。有的人是因为你遇上的你的家庭成员都是弱智，就是你自己最聪明，所以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不能说话，不能沟通。但是很多问题不是这样子，是我们不懂得别人。懂得授予的人就可以去命令兽、指挥兽替你做事。像训猴子的人可以替你摘水果，对不对？捶背、刮痧、拔罐都可以。对，懂得沟通了，动物都可以替你做事。那你是人，最方便的是和人沟通，所以和人沟通好了，人际关系好了，好多事情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很多烦恼就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烦恼，所以等我们修一修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魅力、我们的沟通力就会改变。同样做原来的工作，但现在快乐很多。同样面对你的家庭，因为我们很难改变我们的家庭成员的，对不对？你不能像你爸一样说给你随便换个妈，对不对？所以不能更换，你只能去面对，怎么办呢？怎么面对呢？大家想学吗？好好练吧。我们很多从健康可能有一些改变，人际关系开始有一些改变，回去用用就知道了。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身体和遗传的原因，还有成长环境的原因，把自己给自闭住。现在今天是那种叫超级宅男、超级宅女，还有超级宅老太太他不光是年轻人一说宅男宅女都是年轻未婚，对不对？很多人年龄很大还是宅在屋里，是属于忧郁症的状态。其实都会有一些改变的。我现在说的都是非药物性改变，其实就是方法，经过方法训练之后，猴子都能替人做事，所以法就是这么重要。有多少人在家里做过饭、做菜做饭的，请举手。你们做菜做饭用方法吗？都是用方法的。反正我修这么好，我做饭还得用方法。我发现我要炒菜，我得先把菜给扒了、洗菜、切、放油、放菜，再炒，还要经过时间，还要放盐，放什么东西，这个菜吃起来才能合口，对不对？才能哄着自己吃饭，对不对？那有没有人说我根本菜什么都不洗，一起往里一扔就出来吃的？有没有啊？有，那是猪。现在城市的猪这个都不吃了，都要吃炒菜的。都是这样，所以方法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乱抓药就给病人吃，这个病人能得救吗？就会遇害了，就遇难了。乱吃药就医死人，都是讲方法对症下药。感冒了吃感冒药，发烧吃发烧药对，针对性的诊病给药才最有效。所以做人做事，如果方法对了，效果就是不一样，效果就是好的。方法不对，那个结果就不好。就听得懂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用在不同的方面，大概都是通的所以禅法、佛法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道理，可以用在很多方面，都能相通这是禅法、佛法之中的一个很奇特的部分。可能你来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我说到这些，尤其是推销自己可改变人际关系，与我的健康有关系吗？大家说有没有？有。因为很多疾病是因为烦恼。你无论给谁吵架，吵完之后，反正身体里头、肚子里头、心里头堵得慌，对不对？我曾经小时候见过一位女士，那个人大概50多岁，和另外一位女士吵架。有位女士给她吵架的人呢，嘴特别快，嘴特别狠。
当时吵架，那位50多岁的人当场站直着就平摔到后面去，就昏倒，就气的那个住院7、8天像古代有这种气死过去了就给埋了，就死了就。所以你想这个情绪、生气甚至是烦恼、忧伤是很伤害的。有没有人听说过一个戏剧里头，戏剧当中历史的戏剧，还有当代的人，某些人遇到一个特别烦恼的事情，一夜愁白头，听说过吗？大家相信这是真的吗？你想黑头发变黑了，你想染头发的人都很困难了，黑头发染成白头发都很困难，可是你头发一夜变成黑头发变成白色的了，那你内在的那种煎熬，那种能量的转换，其实是大死了一场只是你这个人命不该绝还活着，心中的那种精神烦恼带来我们的肉体的生理的内在的撞击，是多么的煎熬，多么的痛苦呀！所以那种人就是欲死不能，还不能死，还要活着，但是活着实在没有出路，压力大极了，就一夜愁白头。在中国大陆有一天他们演唱歌比赛，唱歌有一个人唱的还非常好，一个男生唱的，可是看他的头发呢，男生呢长得还不错，头发留了个辫子，可是整个头发都是雪白雪白的。就问他，你这个看脸也不像那么老，唱歌还唱得这么好，可头发全白了。所以主持人就问他，你这头发是天生白吗？他说不是。他讲了一个故事，大概15年前，他做生意被同伙给合伙人骗了，卷了钱就走了，找不到人了，而且这些钱都是他借来的，借的朋友的银行的，他也没有钱还。哇！说当这个事情一出现之后，一夜之间整个头发全白了。所以等他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沧桑，非常的沧桑。你想我们的精神的痛苦和压力，其实根本不次于我们这个肉体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以我们精神的问题如果变得轻松了、自在了，那么其实也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最有直接的帮助。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健康和疾病是相互进行转换的。所以忧伤的人容易得什么胃口的疾病生气的人容易得肝病甚至心脑血管破裂还有什么问题？情绪的问题还有什么？如果太快乐会得病吗？快乐也得病我第一次听说谁经常开玩笑给笑病了的？没有吧？一般快乐不太得病，一般快乐不会得病，但是凡是与烦恼相关的情绪都会得病的。所以我们身体的疾病有相当多的部分都是由精神造成的。所以为了让你获得健康，所以你就会学习一些做人做事的方法我们的健康才会变得更好。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几天呢，大家静下心来既然来了要学会放松，让自己解脱。有些人呢，你今天年龄多大，这一生没有休息几天，不管有没有工作都是处在烦恼状态所以让我们的心灵放松几天。所以就尽量的放松自己就是情绪精神紧张都是得病的所以你第一次如果面对很多人，你的手就会抖，对不对？那你手经常抖呢，不就是病吗？所以总处于紧张状态呢，
人真的会得病啊。所以放松下来，我也期待着你的变化啊，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和精神啊越来越透明，越来越纯净，纯净透明的身心灵是最健康的。那再提醒哈，这几天希望大家哈，就是尽量不吃荤，好不好？结了婚的也就结了婚了哈，不吃荤，不吃荤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不吃荤，就是差不多不吃肉食。这上头有问题吗？上次福建的有2位问我，师父，我吃虾行不行？吃虾米？我说不行。他说我们当地寺院里的修行人、出家人也都吃虾的。他说吃虾是我们一个风俗，虾米，虾就是米，米就是虾。你这不能这么说，你再这么说我就开始骂人了。大约是这个意思，不是绝对的素，但是这个期间你的肚子要比较素，因为我们这个肠胃哈，从生下来就没有清闲过，每天都给他很多负担在工作，对不对？你还有个节假日要休息，他们没有休息过，所以给他少吃一点素的、淡的、少油的这样让我们的肠胃当休息一下。这几天修行之中，还有的人开始辟谷，就不吃饭也不饿了。那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总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哈。这个不吃饭，我3天不吃已经就饿得半死了1天不吃的话头都晕，3顿不吃饭，就是1天呢不吃饭的话，这腿都站不起来。试试看，不吃饭不会饿死，不会渴死，而且不饿，根本就不饿。那这怎么样出现的这个效果呢？是能量，修行而获得的能量。我们不要追究能量从哪来，好吧？说不清楚。修行而获得的能量，你不吃饭也不饿是让整个身心全部清静下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还有想减肥的人，你在修行之中，你的重量会快速的减去所以不吃荤，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不吃饱，你就正常吃饭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吃太饱。好多人吃饭是说觉得实在塞不下去了，这才叫饱，这个不叫饱，这叫傻吃头脑不清醒的吃饭。所以头脑清醒的吃饭又想减肥，我有非常简单的方法，行之一定是很有效的。大家想学吗？不想就算了，我也不讲。想减肥吗？谁想减？请举手。想减肥的请举手。好，吃饭的时候你最好给自己准备一个碗，就一个碗。那个碗有多大呢？通常我们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给你盛米饭那个碗，北方来说过去称为叫大茶碗，大茶碗而已，这不是太大的那个。一般人的像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这个身材一碗其实不太大，那个大茶碗那个碗，那一碗饭就足够了。我吃那么多再吃一点菜都是很饱的，何况你呢？吃这一茶碗饭最多就是这样子，就拿一个碗固定下来。所以以后在你随身包里头带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碗，好吧？不怕摔，不怕碰，既能吃饭又能喝汤，是不是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护身对，那一个小碗，那一碗饭就是你的食量。这一碗饭吃完了就不再吃了。当然你菜饭混合都可以，好吧？不要超过那一碗，所以不要吃太饱所以第一个就是饮食量真要想减肥的人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的老同修都知道哈，早晨起来1杯水，无论是温水还是像夏天现在是自来水的那个常温哈，室内温度的那个水，1杯大概普通矿泉水瓶子的1半，就是一般的1杯水啊。早晨起来1杯水，吃饭的时候3顿饭的时候有这个小碗约制的量啊，再加上修行，那么12天减它个7、80斤很正常的。当然与人的你本身体重有关系啊，我说的是大象，好吧？那你能减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是必然要减的，不减不可能的啊。但是凡是减了肥的，你们就欠我1顿饭吃，好不好？到时候请我吃一顿台湾米粉啊什么之类的臭豆腐都可以，好吧？我不太挑食啊。哎，大家一看这么便宜，特别高兴啊。好，第3个要求就是不骂人，好吧？你不管遇到你们家的人多坏，尽量不要开口骂，好不好？忍住，你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慈悲的人。虽然你很坏，你假设你是一个慈悲的人，好不好？就是不要有骂人和情绪化的啊，不要生气啊，因为这个情绪负面情绪一上来啊，做错事说错话得罪人，而且还得病，对你的这个得到健康是不利的。所以要想健康，少骂人，还有少吃饭，少坐那儿不动啊，就在家里头一待。很多人发胖的原因就是吃完了之后就在那待着，所以变成那个饭在你身上越累越多，像那个倒垃圾倒垃圾的那个山一样，本来是个坑，就倒变成一座山了。就身体就是这样，不断的往里装，排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前头刚有一个班就在这里训练啊，有位女同修，她从后面的门进来的时候，担心那个屁股进不来，她自己其实也烦恼，但是现在她进任何门，钻狗洞都可以啊，身材苗条了啊。我们这个班上人都认识啊，自己也有信心啊。你看着美女啊，多么漂亮！好，这些注意事项注意就好了啊。一开始不习惯修行，要坚持好好修。如果没有方法，就没有那个作用力。只有这个方法加上时间，才会产生效果啊。给自己12天好好修几天的这么一个很忠实的心态，要下这个决心，好不好？啊，所以不吃饱，好吧？不吃荤，还有不骂人啊，不生气，还有呢，还假装慈悲啊，还有不偷东西啊。你别看旁边人放个水瓶子，趁人不注意自己喝2口，这种小心传染病啊。所以不要那样哈。好，大概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修行过。无论你过去是任何一个宗教啊，任何一个法门，如果没有实实在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方法，你就在那个法门，你不管是皈依也好，入教也好，没有健康的效果，更没有智慧的效果啊。这个方法对了，那种作用力才会产生。修一修之后，你一定会变成很健康的、很智慧的、很快乐、很阳光的人，这才是我要的，好吧？就这样了，谢谢大家。